你有过这种感觉吗？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，却觉得心好累，早上睁开眼，对接下来的一天提不起劲，在人群中笑着，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。很多时候，让我们疲惫的不是生活本身，而是我们内心无止境的斗争。为什么你总是感到疲惫，常常生活在精神内耗吗？精神内耗是指内心反复自我纠结、焦虑拉扯与情绪对抗，长期消耗心理能量，让人越想越累。常见原因包含完美主义，长期待在高压或不可预测的环境，太在意他人评价，以及总在纠结过去或担心未来。常见状态有容易疲惫、效率变差、情绪起伏大，明明没做很多事，却总觉得很耗电。身体可能伴随慢性疲劳、失眠、心悸、头痛、胃痛等，自律神经失衡等症状。我们常以为能量是天生的，或是外在环境给予的，但其实能量更像是一个账户。如果你只是一直在提领，却从来不存款，破产是早晚的事。我曾经也陷入过很深的低潮，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开始观察那些活得很有生命力的人，发现他们并不是没有烦恼，而是掌握了3套管理能量的系统。今天我就来分享我在那段安静的时光里学到的3件事，希望能够帮助你转化成好的能量。第一件事，停止向外解释，开始向内觉察。很简单，但也最难，就是学会闭嘴，不是不表达，而是停止把能量浪费在不必要的解释上。智宝能理解吗？意思就是向外解释等于能量流失。我们每天其实都在消耗能量，去解释自己，解释为什么没做好，解释为什么不喜欢这份工作，解释为什么还单身。但问题是，当你试图向不理解你的人解释时，你的能量正在快速流失。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反刍思维，就像牛一样反复咀嚼。我们不断重播别人的话、别人的眼光，甚至在脑中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对话、争辩。想一次不够，会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停不下来。结果就是情绪越来越低，焦虑越来越重，整个人被拖着往下沉。所以，比起向外解释，更重要的是向内觉察。当你开始觉得委屈、愤怒、焦虑时，先不要急着反应，停一下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现在的不舒服，是来自事情本身，还是来自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？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。很多人会卡住，是因为太想被理解，但真正的转变是从这一刻开始。你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你。当你把那些想被认同、想被理解的能量收回来，你会发现你突然有力气了。再来一个很关键的练习，当事情发生时，不要一直问为什么是我，试着换一个角度，这件事我可以学到什么？转念是改变命运的开关。事情本身是中性的，真正影响你的是你怎么解读它。第二件事，定义你的能量边界。很多人对正能量有一个误解，以为那代表要永远友善、永远热心、永远对别人的要求说好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一个没有边界的人是不可能拥有正能量的，因为你的能量都在试图满足别人的期待中，一点一滴被消耗殆尽。直到低潮时，我才明白，守护能量的第一步不是增加，而是学会止负。谁在消耗你，
请你静下来想一想，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一种人像黑洞，他们不断倾倒情绪，却从不打算改变。当你给建议，他们只会说你不懂，我没办法。还有一种人是掌控者，他们以爱或责任为名，不断干涉你的生活，试图改变你的选择。你不必拯救任何人。真正的觉醒是，你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。当一段关系让你感到窒息，当某个群组让你一打开就觉得沉重，那不是你太敏感，那是你的内在在提醒你，这里正在消耗你。这时候，你需要做的，不是再撑一下，而是画出一条界限。练习优雅的拒绝，你可以从这3句话开始练习。第一句，这件事听起来很困扰，但我现在没有心力给建议。这是尊重自己的状态。第二句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但我今晚想留点时间给自己。这是优先自己的需求。第三句，我很在乎你，但我无法接受你对我说话的方式。这是守住你的底线。画出边界，不是要你变冷漠，而是让你保留那份清澈的能量，去给予真正值得的人，包括你自己。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。记住，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边界，世界才会开始尊重你的价值。你也可以这样检查自己，过去1周，你有几次是不想答应，却还是说了好？那一刻，你的肩膀、胸口还是胃，有没有出现紧绷的感觉？那不是错觉，那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你的能量正在流失。如果你的心是一间房子，那么边界就是门锁，它不是拒绝所有人，而是让真正尊重你的人才能走进来。所有的内耗都来自边界的失守。第3件事，从最小的事情上慢慢拿回你的主控权。当人生陷入低潮时，我们很容易觉得一切都失控了。这时候不需要急着解决那些庞大的问题，而是先完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伟大往往始于微小的坚持。我会建议你建立一个简单的晨间仪式，不需要复杂，哪怕只是起床后的15分钟，不碰手机，去感受阳光的温度，喝一杯温水，整理好你的床铺。当你完成这些小动作时，大脑会慢慢接收到一个讯号，我是有控制力的，我是可以把生活打理好的。正能量从来不是靠喊口号得来的，而是透过一个个具体微小的行动慢慢累积出来的。你也可以试着每天写下3件值得感恩的事，不是因为生活变得完美，而是你开始学会在裂缝中寻找光。我来举例值得感恩的事有哪些。例如，感谢今天早晨醒来时，每一次呼吸都轻盈自在；感谢忙碌一天后，一场热水澡带走了疲惫；感谢中午那杯咖啡的香气，让我短暂平静；感谢自己在情绪上来时，选择先深呼吸，而不是失控；感谢午后3点，阳光洒进窗边，落在绿叶上的那一刻。感恩不需要多伟大，哪怕只是今天家里的植物多长出了一片新叶子，只要你感受到了这些细微的美好，你的状态就已经在慢慢改变了。在这9分30秒里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慢下来。智慧的人生不是避开所有的雨，而是在风雨之中依然能安静前行。别急着要一个结果，也别急着和别人比较赛跑。请记得，你本来就充满能量，你只是需要慢慢清理掉那些多余的标签、多余的期待，
还有那些让你疲惫的负重。从今天开始，做一个懂得守护自己能量的人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今天想完成的一件小事，体验美好的智慧人生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